便在睡醒时发现诡异的是，自己莫名被传送到一间密室里，这里所见之处只有铜墙铁壁，难道是有人给自己下药了吗？他尝试贴近墙壁听个仔细，可另一头却没任何声音。此时他的身体还身负重伤，疼痛感让男人直接瘫坐在地，但空荡的房间里没有急救品，他只能打开包里紧身的绷带，等掀开衣服一看，伤口已经溃烂。男人赶紧按住伤口，用绷带包扎好，忍住挤压感带来的剧烈疼痛。杰夫终于处理好了伤口，但眼下的问题绝不是伤势那么简单。他接着找出背包里的电台，准备通过无线信号寻找救援，却惊恐地看到墙上竟然出现一段文字。这一幕吓坏了杰夫，明明面的文字就有了新的变化。等杰夫抬头仔细一看，上面又写成了放弃一切。就当他还一头雾水时，地板上又出现一段字，仍然写着劝杰夫赶紧放弃一切。他实在不明白这句话的意义。也就在他起身时，空气突然变得炽热，身体也越加变得乏累。杰夫赶紧脱掉了背包，可这热感就像是走在40度的大街上。此时杰夫已经被热得几近崩溃，很快他就脱水到站不稳脚跟，跌倒在了地上不能动弹，直到半小时后这才苏醒。此时温度已经恢复到了正常，他赶紧找出一旁的水壶，来不及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5分钟，直到他的身体承受到极限这才停止。可这5分钟之后，等他站了起来，这一下他就彻底傻了眼，自己的物品竟然悬挂在空中。这一幕可就突破杰夫认知了，难道这是什么外星人的基地？他打算说一句求救留言， My cell phone number is 打算让人给自己回电，却忘了自己号码。找了好，刚刚还是热到空气40度，这一会儿温度又直接降到了零下。即便杰夫穿上所有能穿的，他仍然被寒冷袭击到不能动弹，倒在地上蜷缩着身子颤抖。很快他就再次失去了意识。等到身体能够动弹时，密室里的温度似乎也逐渐在恢复。此时对讲机再次响起，杰夫看了看天花板，这是仅剩的求助机会了。但等他抵住寒冷站起了身子，密室里却又重新晃动起来，杰夫也只能又一次的跟着摆动，所有的物品在密室里到处飘荡。但看到对讲机就在自己眼前，他朝着赶紧将两人的情况阐述一遍。眼下只有两人合力才有机会。黛西听后也打算一起合作，他主动说出自己的密室有灯光，但却怎么也找不到灯光的来源。此时杰夫看向了密室中间，果然自己密室的灯光也没有来源，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一样。两人赶紧交代了彼此更多信息，可交换信息时却惊恐地发现，在他们被抓进密室之前，两人相隔了3000公里。可对讲机为什么还能打过去？难道是外星人抓他们的飞船速度特别快，将他们快速地带到了一起？此时的黛西听后却没有惊讶，反而传出一片痛苦声。没等杰夫反应过来，以为杰夫撞击头部昏迷苏醒后，密室全然已经变成了狭小的空间。他赶紧坐起身子联系黛西，却未料墙壁上又发生了变化。等到杰夫定睛一看，墙上的文字竟然来自不同的语言，这不由得让杰夫开始了怀疑，难道房间里还有隐形的人存在？他赶紧询问黛西怎么知道自己号码的。 How'd you get my number anyways? Your number was written on the ceiling. 此时的杰夫这才回忆起来，当时对讲机挂在了天花板，而自己一边拿着望远镜，一边将号码写在了墙上。然而没等杰夫想出是怎么回事，对讲机竟然又有人打了过来。他赶紧先挂掉了黛西的通话，接起这个陌生人的通话请求。可奇怪的是，陌生人说起数学方程题，还说什么解不了数学方程题就会死。说完，陌生人便害怕地挂断通话。杰夫赶紧将事情告诉了黛西，可此时两人都觉得陌生人是疯子，并没有拿所谓的方程题当回事。他们开始讨论起墙上的文字。等到杰夫仔细一看，上面还写下了一个2007的年份。杰夫特别好奇为什么写下未来的日期。黛西一听连忙打断 What year is it? What year? Yeah, just humor me, please. It's 1991. 听后的黛西只觉得非常震惊，因为杰夫说自己是在1991年，而实际上黛西身处于2021年，两人相差了整整30年的时间。难道他们身处不同时间、不同时空？也就在两人探讨着为什么时，密室里忽然传出一片巨响，杰夫被刺耳的鸣声吵到不能动弹，直到他的身体无法承受，陷入了昏睡。等到再一次醒来时，房间已经狭窄到快容纳不下了。此时黛西再次接通了对讲机，凭着身处于不同年份的线索，黛西已经有了大胆的猜测，通过不同年份结合到杰夫写下了号码。黛西预测两人肯定身处同一个密室，只是时间和时空发生了变化，所以才能看到杰夫写的号码。而事实上也果不其然，杰夫在墙上刻下了一个符号，紧接着黛西那边居然也画下了一个手势。这一下两人都开始相信了，原来密室是可以连通彼此的，并且墙上的文字说明还有更多人存在。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关起他们？就在杰夫感到了绝望时，忽然看见墙上一个奇怪的文字，他连忙翻找自己的背包，通过杰夫的翻译卡得知，这段文字压根不是文字，而是数学方程题的符号。想必这就是刚刚陌生人所说的了。
眼下只要解出这道题目，那可能就有逃脱出去的机会。杰夫立刻开始了解题。另一边的黛西也是个数学高手，可当两人正快要解出答案时，解题草稿却被另一个是有人不愿意让自己解题。杰夫索性找到了自己的笔，打算在胳膊上开始解题，可还没等快达到杰夫身体极限，晃动这才停止下来。此时居然又有个陌生人接通对讲机。和上一个陌生人不同的是，这次接通的是一开始写放弃的人。他声称所有人都被外星人给抓住了，被困在这里只是外星人的实验。如果外星人发现你的身体很优秀，并且还能解开很难的方程题，那就会被外星人给抹除。所以他劝杰夫一定不要解开答案。说完便赶紧挂断了对讲机。没等杰夫反应过来，黛西又接通了电话。黛西坦诚告知他也接到了陌生人通话，并且黛西还成功被陌生人说服，表示解开方程题就会被抹除。然而杰夫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陌生人是因为想太多了，所以一个劲地劝黛西帮忙解题。最终在多番解释下，黛西也终于同意。可就在两人准备解题时，灯光被突然关闭。好在杰夫找到了自己的手电筒，但紧接着杰夫才站起身子，空间就再一次发生了压缩。随着密室不停地转动，杰夫努力地阻挡密室的墙壁，然而人力始终太过弱小，杰夫已经被挤压到只能蜷缩在夹缝中生存。就在此时，另一边的黛西解出了答案。虽然知道方程题的答案是1，可是1这个数字究竟有什么含义呢？杰夫此时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告诉黛西下次空间变化时一起将手推到同一面墙，而事实也果不其然。等到密室又一次变化时，他们成功打破了时空的静止，他们现在已经身处于同一个空间，旁边还能看到其他人所在之地。两人都被这一幕吓傻了眼，时空里果然还有别人。此时两人都开始四目相对，对彼此产生了一丝的好奇。就当他们准备伸手触碰彼此时，一股力量莫名拖拽着他们。一束白光后，杰夫回到了现实。等他苏醒时，发现身处于山顶，稀里糊涂的他在山上四处寻找，可所至间之处却没有什么异常。直到灯飞机在高空中飞速地划过一旁，杰夫还以为是什么隐藏的秘密武器，直到继续往前，却遇见一个满身先进装备的大兵。此时大兵们似乎都没注意到他，而是将注意力都放在天空上面。等到杰夫走上前一看，大